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四川大邑县安仁古镇啊。今天到这个古镇里面去看一个地主他们家，四川著名的那个大地主刘文彩豪宅啊，就是身后这里，进去看一看。这个地方门票40块钱，高墙大院啊，进去看看以前这个地主的豪华生活。先说一下刘文彩这个人啊。这个人性格阴毒，下手狠辣，所以人送外号刘老虎，大家都非常怕他。他在最早的时候啊，只是一个街头小混混，就是好吃懒做的那种人，喜欢喝酒赌博，到处惹是生非。就是这么个人，他怎么从小混混变成大地主的呢？在他35岁的时候啊，他的人生发生了改变，因为那一年他的弟弟刘文辉当上了川军第1混成旅的旅长，成了一个小军阀，所以他就去投靠他弟弟了。从此呢，他就开始飞黄腾达了。他通过开烟馆啊、卖鸦片啊，还有放高利贷这些手段啊，挣了大笔的钱，然后就派人回老家修了这个豪宅。他还购入了大量的土地啊，1万多亩，终于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大地主。关键他还娶了5个老婆，每天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呀，你说气人不？现在就带大家去参观一下他这个豪宅。一进来呢，这个是第一进院子，右手边是客厅，接待客人的地方，左手边是他的管家住的地方，还有一些账房之类的。客厅也是盖得相当气派呀，非常的宽阔。管家是住在外院的，穿过这个门就进到内院了，这个就是内院啊，他们一家子就住在这里面。然后这个位置是他3老婆住的地方，那里呢是祝寿的地方。正对面这个位置是2老婆住的地方，这个就是刘文彩本人住的地方。中间这个是祠堂，供奉他们家祖先的地方。这里呢是他大儿子住的地方。大儿子旁边这有个经堂，这是2老婆念经的地方啊。去看一下刘文彩住的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房间，他旁边是抽大烟的这个小房间。先看看抽大烟的地方，应该是按以前原样布置的吧。旁边就是他的卧室啊，看一下这个卧室特别的豪华。这个床呢9个平方呢，这是贴金龙的这个大柱子啊，就像皇帝一样，这柱子上都镶龙的呢，这就是土皇帝嘛。每一根柱子上都有龙，而且是贴金的，这是金龙啊，这在古代这不是杀头的罪吗？只有皇帝才可以贴龙呢，他一个大地主他都贴了龙，太奢侈了。很有钱呐，又有钱又有势。好吧，再去军阀，这个是他家的祖堂，就是供奉祖先的地方。这上面有99个寿字啊，代表着长寿嘛。这旁边是他2老婆住的地方啊，2老婆给他生了7个孩子呢，4男3女。大老婆生了2个孩子，但是早早的那孩子就死了。2老婆是他抢过来的。然后这个旁边是他女儿住的地方，小姐的闺房，布置的还不错呢，挺宽敞的。然后那个后面是他的书房，这边是他们家的这叫寿堂，拜寿的地方呀。然后这边是他3老婆住的地方，看一下里面啊，这个房间就比较小了。3老婆好像是唱戏的啊。再看一下他大儿子的房间，大儿子叫刘元龙。哦，他这个4个儿子呀，是按这个龙华富贵这么起名字的。老大是叫龙，老2是华，老3富，老4贵。这4个儿子都是2老婆给他生的啊，其他老婆都没给他生孩子。这个是2老婆
念经打坐的经房。在刘文彩他们家合个影啊，大地主刘文彩。这后面是他的书房，这里有一个天井，看看他读书的地方。哇，也是挺宽敞的，两面都有玻璃采光的，采光不错。这里有一口水井，是当时他们吃饭做饭用的水啊。看看这个深墙大院，这个水井现在里头已经没有水了。然后走到这边又是一个院子，看这个门槛都非常高，显示这个主人的地位啊。再说一下他这5个老婆啊，第一个老婆是原配，那时候他还是小混混呢，所以第一个老婆跟他吃了很多苦，很早就去世了。然后第二个老婆是他抢的，他都快40岁了，抢了一个17岁的穷苦人家的姑娘做老婆。然后第3个老婆是戏院的戏子啊，3老婆把他表妹介绍给他，那个就是4老婆了。3老婆后来和他离婚了，卷走他很多的钱啊。最后一个5老婆也是他抢过来的，当时他都快50岁了，抢了一个25岁的女的当他老婆。哎呀，抢了2个老婆过来，当时他有权有势的。这个就是5老婆的卧室，看看里面，房间里面布置的也比较简单吧，比较小啊，并不是很大。我本来以为这个有名的大财主大地主房间应该很大呢，其实都挺小的。然后5老婆旁边这个是佛堂，这边就是客房，来客人了以后就住这边啊，这就是这个院子的情况。继续往后参观，从这里通道过来啊，是他们家的一个风水的地方，叫风水墩，就是这个石墩子。具体有什么用咱现在也不知道啊，他们认为是这个风水墩给他们家带来了好运啊。然后这个地方呢是5老婆的浴室，洗澡的地方。看看里面就是一个大木桶，以前洗澡时候是坐在木桶里面啊。再往那边转一下啊，后面呢去看一下他们家的那个放鸦片的仓库啊。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书房，从这里过去是仓库。正对面的就是粮食的仓库，现在都没有开门，包括这些展厅里面也都没有开门，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吧，不知道为啥窗户这些都封死了，只能透过窗户玻璃往进看啊。这边是瓷器室，好，专门给他存放从景德镇那边过来的瓷器的。地主的生活真是太好了。然后再往这边走，这里面就跟迷宫似的呀，好大的院子呀。这个地方真是有点阴暗潮湿呢。大家看啊，这里就是他的鸦片仓库，放鸦片的地方，感觉像是一个牢房啊。这是地下室，好像是水牢改造的啊，里面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地下仓库，哇，阴暗潮湿啊，这里面也可以关犯人。这是牢房改造的呀。再往这边走就是后花园了。哇，看看这个后花园呐，哇，有假山，有池塘，布置的不错呢，江南水乡的这种感觉啊。现在还往外喷雾呢，这都是后弄的啊。后花园走一走，心情大好。后花园还有好几个房子呢，现在都做展览了。这个里面展示的是杀人霸产，这边是穷苦的百姓，这边是恶霸。恶霸带着他的恶犬，手里拿着枪，抢夺贫苦人民的土地。你看，不惜杀人啊，
真是谋财害命。然后再看看这个房间，这里展示了两个，一个大小斗，一个大小秤。这些地主们收租的时候就用那个大的斗和大的秤，这样可以多收租。往外放高利贷的时候就用小斗和小秤，少放贷啊，就是这么的积累起他的巨额财产来。这里是一组泥塑，刻画的就是当时地主怎么样收租的这个过程啊，欺压和剥削普通百姓。这里有一个院子叫做故宫院，就是地主家的一些工人他们住的地方。这个故宫院最多的时候啊，住了60多个人呢，这些都是给地主服务的。哇，都挤在这个地方。他的这个故宫具体有些什么工人呢？看一下，种田的就40来个人，其他的还有老妈子、丫头、洗衣服的、泡菜的、倒水的、司机、抬轿的、抬滑竿的、看车的、看门的，反正一共60多个人，伺候他们一家10来口人。这院子里面不光是住的人呢，还养着这些牛啊、猪啊的，一些牲畜也住在这边。哇，这些故宫和牲畜住在一起呢，这就是故宫的后院儿，无情的被地主剥削呢。这是一些泥塑，太凄惨了。转完刘文彩他的大豪宅了，现在到这个文物珍品馆看一下。这里面呢都是大地主收刮的各种珍奇宝贝啊。先从这个象牙馆看一下，看看它有些什么宝贝呢？这里面都是用象牙雕刻的一些东西啊。看那个大白菜和蟋蟀，用象牙雕刻的啊，这是萝卜和蟋蟀。哇，侍女，这边还有这个用象牙雕刻的手杖啊，这太奢侈了。最珍贵的是这个13层的象牙塔。哇塞，看这个塔的外面还有铃铛呢，雕刻的非常的精细呢。而且这个象牙塔的内部也雕刻的呢，一共13层呢。然后这边是象牙佛珠，这些全都是象牙。哎，地主真是太有钱了。现在去下一个展示。这个房间里都是瓷器、玉器和银器啊，是他的日常生活用品和一些装饰的东西。这边是瓷器，各种盘、盆，还有花瓶。哇，这两个这是镀金堆花瓷碗，连碗都镀金的呢。然后这边是一些银器，佩戴的一些银器。这边是玉器，关公啊、财神啊、寿星之类的。这里也是这个玉器，玉观音、玉手镯。哇，这个是玉观音。第3展示是展示他们家的紫檀木家具。哇，紫檀木的，但是现在文物维护保养的这个展示没有开。哇塞，这里展示的是刘文彩的座驾，最中间居然有一个汽车呢，这是美国福特牌汽车啊。哇，当年那个年代就能开上汽车了。这边是黄包车，然后那边是轿子。当官的才能坐轿子嘛，但是人有钱人也能坐轿子啊，还能开汽车呢，厉害了啊！地主家转完了，有一点感想想说一下。突然间想起那句诗了：为善的受贫穷又命短，作恶的享富贵又寿延。真是太不公平了。不是都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吗？但是这个刘文彩做了这么多坏事，他没有得到恶报。他62岁，在1949年的10月份就去世了，没有等到人民去清算他的那时候啊，
你看看，作恶多端，还没有恶报，这让好人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人难做呀！大家有什么感想吗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啊。好，就拍到这里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南京，这里是南京的中山风景区。这个地方很神奇啊，历史上很多有名的人都埋在这里，比如说孙中山、朱元璋，三国时期的孙权，还有一个人也埋在这里，就是大汉奸汪精卫。这个关梅轩就是他曾经的墓地，咱们走近了仔细了解一下。到山顶了，在山脚下看到的亭子就是那个叫博爱阁，在它旁边有一个叫关梅轩，就是这个啊。这里有一个介绍，此处原为汪精卫的墓地。1946年1月份，汪精卫的墓地被炸毁后，建造了这个关梅轩。过去看一看。当时南京沦陷以后，蒋介石他们是跑到重庆去了嘛，汪精卫就留下来做了汉奸了，为日本人服务。汪精卫是怎么死的？听说是他身上有一个子弹，一直取不出来，然后他就去日本做手术了。一个是比较保守的疗法，风险比较低，子弹取出来以后，但是可能留下残疾。还有一种方法就风险比较大了，做手术的过程中呢，可能会失血过多呀，对生命有危险。当时这两种方法，医生让他选嘛，他选了比较危险的这个方法。果然在做手术的过程中他就死了，日本人用军舰把他尸体运回南京，根据他生前的遗愿，就把他埋在孙中山陵的旁边了，意思是他死了也要做孙中山的学生。他老婆陈璧君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放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魂归来兮，就是说他的魂啊从日本回的南京了，就是为他招魂的意思啊。后来抗战胜利以后，日本人撤走了，蒋介石他们要回到南京，蒋介石呢就提前派人把这些汉奸的墓啊全部都炸毁，把他们尸体啊都拿去火化了。清理了这些汉奸以后，蒋介石才重新回到南京。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南京的市区啊，高楼大厦林立的。从这里看一下这个中山的气象，看这个山顶云雾缭绕啊，都看不到山顶在哪里。这边是朱元璋埋的地方，这边是孙中山的地方。他们俩中间这里啊，居然还有索道呢，能看清吗？哎呀，这真是一片风水宝地呀！据说戴笠的墓也埋在这里啊，也是后来时候被人炸开了，现在也是找不到在哪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啊，这是重庆歌乐山下的白公馆。这个白公馆是一个监狱啊，这个山上呢也有一个戴笠的别墅。我刚从渣滓洞那边过来啊，现在去白公馆看一下。去戴笠别墅的路上会路过白公馆，白公馆也是戴笠看中，把它改成监狱了啊，就是这个房子里面。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瞭望所，从外面看着是一个别墅，其实里面是一座监狱。看这个地理位置啊，山高林密，还有瀑布呢。这个白公馆我已经拍了视频了，大家想看的可以往前翻一下啊。现在去戴笠的别墅，在这个山上呢，这个路非常陡啊。那个白公馆爬楼梯上来，这个就是戴笠的别墅了。一共是3间房，两边各有一个耳房。这个别墅本来是戴笠修给蒋介石住的，但是蒋介石没在这儿住啊，没住了几天，后来就一直让戴笠在这儿住的呢。上去看一下，这个别墅的位置在半山腰，还是挺隐蔽的。这周围都是很茂密的树啊，而且这个地方很潮湿的。你看这个叶子上全是露水啊。它是这个尖顶的房子。这个别墅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房子门前有一个观景台。
看一下他房间里面，现在疫情期间关闭了。从这个窗户口看一下吧，里面没有灯，看不清楚啊。这个门口是有一个观景台的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四周的情况啊。现在这个树长得挺茂盛的，啥也看不到。那边还有一间房呢，简简单单的。这边也有一间，这有个介绍啊，代公祠。此处原是戴笠为蒋介石修的别墅。戴笠飞机失事以后，他的部属为戴笠设立了祭祀的地方，祠堂代公祠。为什么他们都喜欢住在山上啊？看戴笠的别墅在这个山上，蒋介石的别墅在那个南岸区的山上，都是在山里头。这个山高林密啊，这个日本人来轰炸的时候也找不到他们的房子，因为都被树挡住了。再就是这个山里面可能比较凉快一点，因为重庆实在是太热了。离这个戴笠的别墅不远，有一个他的会客室，就是这个。这房子是尖底的，这个会客室也是杨虎城和他儿子被特务杀害的地方啊。杨虎城被杀了以后，就埋在这个台子下面了。现在有个纪念碑。这个会客室，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。有个走廊啊，这是3间房。现在疫情期间没有开，通过这个玻璃看一下。这边是3间房，看一下这边。它这个会客室的位置在半山腰呢，这里的视野非常好，可以看到下面的瓷器口啊。在大帅府的门口有一个张学良将军的雕像，上面写着1901年到2001年，整整活了100年啊。张作霖是1928年的6月份被日本关东军那个埋的炸药，他坐火车时候被炸死了嘛。28年，然后张学良接了张作霖的班儿，当时张学良还不到30岁啊。我忽然之间就想起我们现在的最强80后了，跟张学良一样，也是不到30岁就接了老爸的班，当了老大了，人生赢家呀！想想咱们现在30岁在干嘛呢？还在为了买车买房，每天焦头烂额呢，是吧？真是没法比呀！参观完大帅府了，这个是东北王张作霖，他的大帅府啊，张学良也在这办公呢。大帅府旁边就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小别墅。赵一荻因为在他家排行老4，所以叫赵四小姐。这个别墅啊是张学良的大老婆买下来给这个赵一荻住的啊。进去参观一下赵一荻故居。这里面是会客室，外面这是一个舞厅啊，跳舞。看看这个地方，这里面还有钢琴呢，皮沙发。看一下赵一荻的简介啊，俗称赵四小姐，1929年到1931年，她住在这里。这个楼是张学良的大老婆于凤至买下，然后装修好了，让这个赵一荻搬过来住啊。这个大房夫人心胸宽广啊。整个楼是欧式建筑，也有中国传统的，中西结合的。去2楼看一下。2楼一上来是一个大的空间，看看这个装饰啊。先去这个客厅看一下，它这个别墅啊都是欧式建筑，你看这个吊灯，还有窗户，还有这些家具，这些沙发，
全都是欧洲的那种感觉，很洋气啊。那还有打字机呢，那个年代都用上这个了。看看它的卧室啊，哇，这个卧室非常典雅，很雅致啊。还有这个皮沙发呢，这边是梳妆台，后面是卫生间。这是一个中式的灯笼，床头灯，中西合璧啊。从这个窗户口能看到大帅府的那个大门，一墙之隔啊。张学良和赵一荻呢，其实相差了12岁，他们是在一个舞会上认识的。当时俩人跳了一支舞，然后就心生好感，互相的一见钟情了啊。当时张学良已经结婚了，但是赵一荻呢还没有结婚。赵一荻他们家呢其实挺反对这件事的，因为张学良他们家是豪门，然后你嫁进去呢也没有什么名分。但是赵一荻不管那么多，他就是喜欢张学良，然后就无怨无悔的追随在他跟前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。然后一直到36年，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，扣押了蒋介石，然后逼蒋介石抗日。然后呢，张学良亲自开着飞机送蒋介石回到南京，然后一回到南京呢，张学良就被蒋扣住了，然后就软禁，软禁了一直到1900年，张学良才获得自由。这中间你想，有50、60年的时间啊，一直都被软禁。这期间呢，只有赵一荻陪在他身边，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！几十年时间陪在他身边，照顾他。哎呀，太感人了，你们觉得呢？接上个视频啊，刚参观完林彪在杭州他的行宫，这里面是地下部分，现在去地上的别墅里面参观一下。别墅里面是林彪的卧室、会客厅，还有书房。他的地上别墅一共是有4栋，1号楼是主楼，就是他平时办公和住宿的地方。2号楼是他老婆叶群住的地方，里面有一个超大的游泳池。3号楼是给他那个手底下的人住的，有4个得力干将嘛，也叫将军楼。4号楼现在已经拆了，现在就到1号楼里面看一看。一进来就是一部电梯，这是林彪专用电梯，可以从这里直接通到地下室。这边是林彪的书房，哇，这个书房好宽敞啊，采光非常好。它那个玻璃啊是有3层的，最里面是普通的，中间是防弹玻璃，外面是防紫外线玻璃啊。而且从里往外看，看得很清楚，从外往里看是啥也看不到的。对，可以去外面看一下。外面是个很大的阳台，很宽敞。看这个后面的环境，紧挨着西湖边，环境非常好。这里有一个6角的阳台，阳台下面这个房间就是他晒日光浴的地方。因为林彪是怕水嘛，他都不洗澡的，所以他平时就晒一晒阳光啊。这个地方在浙江宾馆里面，环境确实是很好。林彪早年打仗时候受过伤，然后他落下病根了。他有这么几个怕的地方，一个是怕风，还有一个是怕水，还怕光。怕水怎么办？他就不洗澡，在这里晒日光浴。怕光的话，他大白天都把窗帘拉得死死的。身后就是会议室和他的卧室，进去看一下。这个就是林彪的办公室了，办公室非常宽敞啊。中间有个蜡像，是工作人员向他汇报的，还原当时的一个情况。他这个办公室有几个特点啊，他所有的灯都是在这个凹槽里面，不让它直接射下来，因为林彪怕光嘛。还有他顶上这个灯啊，虽然说看着这么大，但是非常的轻，即使掉下来也不会砸伤人，只有4两重啊。还有一个特点，林彪前面是没有办公桌的，因为他喜欢来回踱步啊，就是从那边走到这边，从那边又走回那边，有办公桌就会影响他踱步。再就是
跟他汇报工作的这个人员离得他很远，因为这个汇报材料会翻书的时候，他怕这个书的风吹到他，因为林彪非常怕风，一点点的风都不行，哪怕是翻书的这个风啊。办公室后面就是林彪的卧室，卧室也很宽敞啊，它上面的灯和吊灯跟办公室是一样的。再就是这边的窗帘是3层的啊，这个窗帘一关上以后，这里面就像山洞一样，黑不隆咚的，啥都看不见啊。就是说它怕光嘛。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上铺的地毯，这个是纯羊毛的啊，到现在一直都没有换过，180块钱1平米，当时那个价格啊。还有就是它这个书桌上啊放了很多字画，这都是从故宫里面借出来的，但是他借出来就不还了，借了好几样呢。我们看这里有一个大铁床，然后2个小沙发，沙发上面放的凉席，就是怕他出汗。床头上放的一个手电筒，因为他晚上起来要看表，房间里太黑就看不到嘛，他就需要用手电筒打开看一下时间。这个大铁床是特制的啊，大铁床特别的硬，而且它是电动控制的，可以上下颠。林彪早年受过伤嘛，神经受伤了，所以他喜欢躺着，让这个颠来颠去的，就比较舒服一点。窗户外面就是6角阳台，晒日光浴的那个地方。这里有一个特殊的设计，我们看那个房顶啊，瓦片有着一排，中间是空的。这样设计的话，下雨天雨水就会流到这个暗槽里面，从2边就排走了。没有这个的话，雨水就直接流下来，滴滴答答掉到下面了，又有雨水，然后又吵。林彪就喜欢安静，他还怕水嘛，这个就是专门为他设计的。再看一下他这个窗户的所有配件啊，都是用铜做的，黄铜，这还是手摇的啊。刚才说了，它这个玻璃是3层的啊，带防弹功能的。参观完毕，谢谢观看，欢迎留言评论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重庆的抗战遗址博物馆，这个里面有那个蒋介石的别墅啊，进去看一下，看看蒋介石的别墅是什么样的。今天是重庆这个大哥开车带我来玩的啊，走进去看一下。我们现在正在路上走着啊。蒋介石住在这个山顶上，有很多小路走上去。终于到了蒋介石的小别墅了啊！他的这个别墅叫做云佑楼。先整体看一下他这个楼啊，3层小楼，不是很大啊。走进去参观一下。青砖灰瓦的这种感觉。进来的1楼这个地方是警卫室，这是警卫住的地方啊，比较小。这个房间是接待室，接待室里面也比较简单，这还是竹子的椅子，很有重庆的特点啊。蒋介石在这个接待室会见过史迪威、何应钦、张群。这还有一个房间，会议室。哇，这个会议室后面挂了一幅地图，然后可以想象一下当时蒋介石在这边开会的情景啊。房间其实也不是很大。好，1楼就转完了，去2楼看一看吧。这个楼梯还是感觉是民国那个感觉。一上来以后是个大厅啊。大厅的左边就是他的房间，这边是办公室，这边呢是个会议室。先去他住的地方看一下啊。哇塞，这个就这么小的房间啊，这个就是蒋介石的卧室，简简单单的，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繁华啊。这也就是10几平米的样子吧，比较简单朴素。看一下他办公的地方啊，办公室。也挺小的，也就10几平米的样子。这上面的就是皮沙发，看着就比1楼的那个竹子边的椅子要高级一点。
看它这里是，那个老的电话机，还是带手摇的那种，还有这个绿色的台灯。以前蒋介石就坐在那个椅子上在这里发号施令什么的指挥军队。这边有他的一张照片看一下，就是这个照片，就是他坐在这个椅子上你看他正在这写毛笔字，看一下他那个毛笔的那个东西，这个叫什么磨墨的那个东西，笔墨纸砚嘛，是吧？砚台砚台。你看这边还有宋美龄和他坐在沙发这里聊天的。好，去他另一个房间看一下。这个房间现在是作为展览室了，以前这里是一个会议室吧。蒋介石在重庆主政了8年时间，从38年到46年，他一直都待在重庆。现在是陈列室陈列的是他一些有关的事迹比较简单。这里还有个3楼呢，但是3楼现在游客止步了，估计3楼是个那个阁楼。这边外头是这个阳台，也关门了。绕着它这个小别墅转一圈它这边是2层，那边是3层，3层其实是一个阁楼。它这个别墅是青砖灰瓦这种感觉，它是在这个山林之中大山之中，这上面的树木很茂盛的。如果小日本开飞机来这里轰炸，他是找不到这些房子的，因为都隐藏在树林中。现在去宋美龄住的地方看一下